我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今年的上半年我都在给香港的《苹果日报》每2个星期写一篇评论。那么最后一篇评论呢，是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停刊前2天，6月22号。那么写这一篇给香港《苹果日报》最后的评论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今后不能再写评论了，因为报社即将关闭。所以我这篇评论的标题就是香港的至暗时刻，谈的就是香港失去言论自由这个问题。它失去的不仅是新闻自由。那么我现在大体上是按照我给苹果日报写的最后一篇评论的内容向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谈的就是今天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同时我想提醒各位，我谈香港不只是就事论事，观察香港。大家要想到一国两制还有一个中共要思维的地方，就是台湾。谈香港，如果从台湾的角度去看一看，那么就会想到香港失去言论自由以后，一国两制实际上已经死掉了，变成中共的一国一制。那么同样的，如果让中共在台湾进一步红色渗透，那么今后台湾会不会也就和香港现在的状况一样？这才是比疫情可能严重程度差不多的事情。那么中共对香港的《苹果日报》下杀手，一定要除之而后快。他根本就不再顾及香港正在摇摇欲坠的国际地位。那6月17号，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大规模的搜查《苹果日报》的大楼和其他很多地方，拘捕了报社的5名高管。警方说是这个报社从2019年起刊出了10来篇文章，违反国安法。那国安法是去年6月30号才实施的。那么中共是按照他的党大于法的看法，把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的新闻自由也列为所谓的犯罪的证据。他显然现在是无所顾忌，中共是无所顾忌，把香港看作原来的法治看作是一种中共在香港实行专政的智库。那么他把香港的行政当局和司法系统当作中共的走卒，呼来唤去，已经开始在香港赤裸裸的为所欲为了。虽然西方大报的媒体多有报道，美国国务院也强烈谴责中共不为所动。所以与其说这次打击《苹果日报》是为了配合中共建国100周年的党活动，不如说他这个活动是借内地加强政治高压的机会，剿灭香港尚存的最后一点新闻自由，那就把香港变成了完全的共产党式的统治。虽然现在中共在经济方面仍然把香港视为境外，把大陆和香港之间贸易称为外贸，但政治方面香港已经沦为境内了。这次拘捕之前，香港行政当局按中共的命令已经准备好的起诉书里面用的字眼叫做敌对，这是中共在大陆建政以后一向使用的政治罪。它原来在大陆叫做反革命罪。毛泽东死了以后，他不再用敌对势力这个用语，但是实际上他还是保留了这个罪名。也就是说，只要对中共有说不，有这样的声音，你说出口来就属于政治反对罪。如今在香港有大批改革以后移居香港的大陆人，他们在大陆就已经学会了缄口不言，那么在大陆才能逃脱大陆的政治威胁。那么现在看来，苹果日报这个案子不仅仅涉及了毁灭新闻自由，更直接关系到在香港铲除言论自由。那么政治自由其实就是包括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为基础的。那言论自由是通过自由的媒体发表言论，那么这时候就是表现为新闻自由。那么自由媒体如果被钳制以后，剩下来是共产党的喉舌媒体，自由言论就只剩下社交媒体可以表达了。那么等到香港的社交媒体也像在大陆一样，上面的言论也被中共按敌对的这种说法加以整肃，那么香港的言论自由就消失了。
这种时候，香港人和大陆人就一样了，只剩下他们悄悄的影射或者附飞这种可能了。那如果这种言论再遭到不良分子的举报，也随时可能被治罪。所以现在香港的公务员和公司员工都得要按照中共规定的不当言论、政治表现良好等等来评估，否则的话，他们早晚一天饭碗会不保。所以共产党政权一旦他露出专政的牙齿的时候，用敌对这个威胁来恐吓对中共说不的人，这是一个很常用的手段。我有一个法国老朋友，是个汉学家，叫 Michel Bonnel， 他中文名字叫潘明孝。他多年前出过一本书，叫做《失落的一代》，里面引用了东德诗人 Bertolt Brecht 的有这个几句诗。这个诗的就2句话，说领导们把人民解散了，再选一个新的，岂不更简单？这话的意思是说啊，共产党把他的人民这个打散掉，把其中他不喜欢的人全部打压掉，抓起来，关起来，然后呢，再挑一些个听话的、顺从的，构成所谓的新的人民，说这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做法。那么，但是布莱希特这个东德的诗人，他是去世以后，他这几句诗才被发现的。他活着的时候写了这样的诗句，但他不敢发表的。那么，共产党政权一旦掌握原来的自由社会，包括像台湾这样的自由社会，如果一旦被共产党政权掌握，他剥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惯常的做法就是叫做强制的红色社会改造。简单点说，就是思想上不顺从的人必须闭嘴，否则就要把他从人民的范围里剔除掉，把他迫害，这会造成原来的自由社会的成员的恐惧，他们除了逃离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当年苏联占领东德的时候，有大批的东德的中产阶层就告别故居故乡，移居西德去了。那么后来柏林墙建起来以后，很多东德人用同样的办法继续逃离，投奔自由。那么现在大量的很多中产家庭啊，正在移民，就他们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我引用我刚才那个这些话，都是给香港苹果日报写的最后一篇评论的内容。我既是在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也是对香港苹果日报被逼而亡的一种声张。因为现在香港苹果日报的网站已经被迫关闭，网站上的过往内容已经全部消失了。那西方很多国家的媒体啊，是就事论事在谈香港的苹果日报被强制关闭，说是香港丧失新闻自由，其实不那么简单的。今天主持人开场的时候已经点出来了，香港苹果日报被强制关闭的要害，其实是中共处心积虑要剿灭香港的言论自由。主持人这个开场时也提到过，那么香港苹果日报其实是在香港最后的一个言论自由的桥头堡。那么这个话听一听，很多观众可能一听就过去了。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为什么中共对香港苹果日报这个香港言论自由最后的桥头堡恨之入骨，一定要除之而后快？这个问题啊，随着现在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停刊，在香港已经不能在传统媒体上公开讨论了。这一点和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台湾现在还是自由媒体、自由社会。那过去这些年来，中共一直有计划、有步骤在遏制香港人的集会自由、言论自由，还有选举自由。那么大部分香港原来的自由媒体都已经被中共逐步接管，变成了中共的喉舌，为中共帮腔。那么港人的这个基本的政治自由被一步一步的压制和取消的时候，唯一的新闻自由的代表机构就是这个香港苹果日报。那对香港苹果日报的读者来讲，这不仅仅是一个自由资讯来源的标志，也是香港内地化最后的一道防波堤。如果这道堤不存在了，那内地的互联网管制会接踵而来，这样下去的话，香港就变成深圳了。那与深圳相比，大陆内地也是有舞厅的，有彩票的。那么仅仅是马照跑，舞照跳，香港就和大陆不同了吗？其实在马照跑，舞照跳方面，大陆和香港其实差别不大，唯一的差别就是政治自由。那么现在政治自由被剥夺了，就是香港就基本上变成内地城市了。这就是中共现在的真正想达到的目的。
那么中共的专制统治是建立在剥夺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基础上，这一点呢，我在以前节目里谈到过。那么对中共而言，接管香港之后，它不允许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有任何一块它不能完全掌控的土地，所以香港的言论自由始终是中共的眼中刺。它打压了、剿灭了香港的《苹果日报》，实际上不仅仅给港人造成政治高压，而且已经实现了香港媒体一片红，完全喉舌化。那香港人再也没有办法在本地的传统媒体上听到或者看到言论自由的声音。这就像把一个人关在封闭的盒子里头，你不许呼吸外面新鲜空气，只能吸到中共送到封闭的盒子里这个有毒的空气。那么香港开埠以来实行的传统法治，不光是保证香港人的政治自由，还保障香港人的财产安全。那么这一次中共的香港，实际上已经用他的这个 rule by law， 就是用他的这个法律制度来取代了香港原来有的那个 rule of law。这个 of law， 这个 law 法律就是法律统治，这个治理的治。这个法律指的是香港传统的法律，就是国际上通用的民主社会、自由社会的法律。那么现在不单是港人的政治自由被剥夺，港人现在的私人财产支配权也被中共在香港用国家安全法剥夺了。这一次香港剿灭《苹果日报》的过程当中，中国2次实行的剥夺私人财产的措施。那么先是冻结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的私人财产，想用这种办法呢，这个逼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后来发现这个办法还不能够马上让《苹果日报》停刊，因为《苹果日报》呢账户里还有几千万资金，还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且民间呢，香港不断有人要注资支持香港《苹果日报》，所以中共马上采取第2个措施，干脆冻结香港《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让香港《苹果日报》社无法开支，民间的资助也没办法汇进去。这种做法表明，一个自由的社会一旦落入中共手中，这个地方的民众首先必须对共产党低头磕头，然后谁要是让共产党不满意，他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随时会受到威胁。这套手法当年大陆这个被中共占领的时候，中共就这样做过。我在给香港《苹果日报》以前写的评论中提到过，上个世纪50年代韩战爆发的时候，中共在全国要工商界捐款给他买飞机和美国打仗。那么当时共军有一个军国需官跑到上海一家药房叫大康药房，强行索取了相当于5亿人民币，这是当时人民币的币值，索取了相当于5亿人民币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但是欠款不还。那么这个老板呢叫王康年，他是不堪勒索，不愿意再赊账，结果当局的办法是杀一儆百，当场逮捕，然后编织罪名把他枪毙了。这个就是中共建政以后他对商界的态度。所以很多人对中共始终保持着一种，你叫他良善也好，叫他一种盲目的期待。他们现在看到香港此时此刻的处境，我不知道心中作何感想。